坐这儿吧，坐这儿吧。这还有个火盆，还得把它点燃。它怎么点啊？怎么点呢？搓。你们看我抽过那象出去。荒野求生吗？哦，我看过，看了是吧？就是贝爷的那个吗？对，类似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我给你画了幅画。哦。我去把那个画给你。好。你在这里等我还是？我在这等你。哦。发现找了个小画像。你先说，你觉得你自己画的好吗？很好啊，真的。是吗？你不觉得很像你吗？你再我给你画这个。哎呀，这有进步呀！想让我是不是给你拍照了？就是这个动作。转过来。还有点像呢。啊，蛮可爱的。这个是什么？很像啊，真的很像。确实，有那个神韵在。我只能画这种卡通的，其他画不了。你这画一次就画成这样了？对啊。不错啊。但是有些细节画不出来，这头发上面啊，弄一下。有些细节你画的被你擦了。我为什么能被你发现？我是一个观察很细致的人。你就当不知道有那个东西。我知道。你知道。他俩就在这傻笑，啊，挺可爱的。拜拜。拜拜。来了。哎呀，外面的风是甜的，还好吧？酸的，还好吧？挺好看这衣服。我的外套怎么样？咬的？我觉得是真的缘分好神奇。就是我到现在为止跟宇航其实都没有进行一些深度聊天深度的交流。对宇航，我感觉我们的了解太少。怎么样？喜欢的感觉？其实聊也没有聊很多，没有聊很深，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戛然而止。我发现每一次都是。所以今天我就问了宇航一个问题，我说是感觉重要还是相处重要？他说觉得可能感觉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见钟情，我觉得是一见钟情更重要的人。我会觉得一开始的感觉很重要，然后后续的相处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是以一开始的感觉为前提的。但现
哦，我觉得这2天玩得很开心，他真的还挺懂我的。那所以你的偏向是有？我真的现在是完全不知道了，我现在是真混沌了。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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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航有点危险。你今天是聊了吗？聊明白了吗？我不用聊明白，我就能感受到。唉，我刚刚其实也很难受，但一帆回来跟我聊天，聊着聊着，我发现我就好多了。我跟一帆都很认可一个道理，就是过程重要，结果不重要。毕竟自己决定不了这个结果，你再把它看得很重要，其实就是会让自己越来越难受。我喜欢小娇现在的那个状态。我昨天晚上跟方医生一起去买外卖的时候，是我俩一起走的，比我想象的要开心、轻松、愉快特别多。在我的心目当中，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那我觉得就是喜欢也不一定要得到，就是他如果跟别人在一起很幸福，我是 OK 的。对，没错，就是要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状态的。就是我其实觉得刘子涵的状态是，只是他的理性在告诉他自己要 let go， 但是他的感情其实他有点难受。你不要忘了，他们这一次的遇见是刚刚2天的旅行结束哦。你跟这人经历了2天，哇塞，都很开心。那刘子涵呢，他自己说了，他是需要反馈的人。我可能会觉得子涵还有希望，因为痴痴说他现在是真的混沌了，他在此前都是有倾向的。对。他此刻那个原本的倾向变成了混沌，是，但是他那个是跟多多说的嘛，子涵不知道呀。对啊，差别是他不知道他们那段谈话，所以他在那时候看他们在上面聊天聊那么久，那个心情其实还是很。但是我会觉得子涵跟那个痴痴这2天相处中，应该不止痴痴觉得很舒服，子涵应该也能感受到痴痴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那个状态，哎，又是好的，又是舒服的。我觉得他可能在慢慢找到自己的舒适点。他跟宇航，他一直觉得就是戛然而止。对，话题总是让他感觉很不在他的想象和控制范围内。其实宇航他不会主观的想要去忽略他的感受的，但是他有的时候看不到，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情感的需求点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不同频。但是你知道，作为女生来说，情感的需求如果总得不到满足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失落的。他看不见他的情感的需求，但是子涵能看见。痴痴说他要改变的时候，子涵会告诉他，其实改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告诉他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压力，你吃甜吃东西来释压，就子涵总能解决到痴痴内心的情感的需求。他摇摆就是到底感觉重要还是相处重要？我觉得感觉是个敲门砖，一定有了感觉我才会想要相处。分人，有的人真的就可以在相处中越来越有感觉，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先有感觉，但相处之后那感觉可能也就没掉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看缘分。但我自己觉得2个都很重要啊，就是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你没有感觉，你怎么会想要跟这人开始，对吧？但相处是决定你们2个可以走多远，所以都重要。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
一种是一上来就很猛烈的感觉，一种是好像啊处一处有点感觉，处一处有点感觉，就大家一般选的是不同的感觉，而不是说有感觉和没感觉。对，是，就是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一上来就很猛烈的那个感觉，会大于那种在相处中有一点的那种感觉。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会在价值观上更有前者的倾向，会把前者更多的跟真爱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就是那一种相处中有一点感觉，不一定比那个一上来就猛烈的感觉差，是它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特别同意这个的原因，因为感觉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想象。True。很多时候人会依据自己对一个人的想象来跟他相处，我认为他是什么样，我觉得他就应该什么样，那么他真实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只有通过相处，没有不对，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风险点，就有可能你的失落和落差来自于真实的人跟你想象中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往后来看吧。来了，现在即将释放唯一一张日落时间邀约卡，第一个发送名字的人将获得最后一次日落时间约会的机会。比速度的意思吗？好紧张。 Let's go， 最后发力的时刻。最后发力是谁？我已经知道谁了。首先排除多多。你这个推测其实真的蛮不用脑的，但是准是准的。谢谢你的心理安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推理的内容呢，就是最后一次日落约会的组合。哎呀，让我每次到这种环节，我就有点想玩点偏门的。子涵多多。哎，这太偏了！我跟你说一声，那个瑞龙可回去了啊，你可别太偏门。搞不好瑞龙万一这一期隐藏其实回来了呢 ？You never know。好，我瞎扯的 ，OK。我写完了。好，写完的同学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啊，来吧，小八。小芳、兰兰，你这么能推理，这个对你来说 too easy， 换一个。不是，我就想看他们俩。OK， 可以。哈尼，你是什么？是方医生和兰兰。画的好好哦。哎呀，有点意思嘛，你们这个太 easy 啦。再画一对。现在咱先想想几个会冲刺的人啊。好。首先，方医生一定会冲刺的，他肯定憋着劲儿呢。对。然后子涵是肯定会冲的，对吧？宇航冲不冲？宇航，我写的就是他。我同意你的点。我觉得我说一下原因，宇航在上一次没有抢到，所以这一次啊，我理解。所以你是写谁跟谁？我写子涵和芝芝，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小马哥，你写的是子涵啊？我其实2选1，我有点在子涵和宇航之间，要不要来到宇航的这边？其实我内心是想的是子涵，因为我觉得子涵是最后的冲刺的阶段，但我觉得这会儿啊憋着劲儿了，就是宇航无论如何他都这个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我宇航吧。哎，我还画了另一对，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对。啊，子涵和吃吃。哎，你画的好好，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哈尼，你这个版只能2选1。他们只有一对能抢到，对不对？对。我觉得方医生应该会抢。来，各位，我们现在最终时刻了啊，请亮板。好的，全部都已经确定了。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日落约会组合到底会是哪2位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接下来进入康师傅茉莉茶清香心动时刻。我们日落约会到底会是属于谁的呢？各位，我们请来看吧。这裤子是谁啊？这个手像吃吃。哎，长头发呀。吃吃。是
是吃吃。吃吃跟谁啊？好，现在答案就在这两个男孩了。宇航吗？嗨，宇航，宇航，宇航是宇航。Hello。哎呦，很替宇航开心啊，他终于发力了。对，来吧，我们看看宇航这次怎么整。嗨，宇航。Hello。哇，你今天头发绑得好漂亮啊！你昨天。是谁邀请你？我不知道。哦，饮料拿上吧，人会有点渴。走吧。我刚刚在树底下等你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那棵树上的树叶一直在飘动。真的好像就是绿色的蝴蝶停留在那个树干上，很特别。好漂亮。那应该是只年轻的蚂蚱，因为它的颜色很嫩绿，跳得很轻盈。你还是保持了你的幽默。你做过热气球吗？我没有做过。我也没。他们世界。看到这个火吗？哦，我看到了。感觉已经要被烤熟了。要不要跟我换一个位置啊？因为我感觉你那边会比较轻一点，会有点。哦，可以可以。很细节。我们飞起来。哇，飞得好快啊！哇哦！哎，我也觉得真的非常快。它只能拍个。我们最高可以飞多少呀？哦，绳子拉直了。哇哦，好漂亮呀！挺好的。哇！哇哦！嗯，你真的还蛮勇敢的。啊？啊？真的吗？你就这样靠在上面。但说实话，我们不用。哎。啊？我说，说实话，我们不用系一些什么安全绳之类的东西吗？怎么了？你又开始了？没有，只是有，就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怎么？干嘛？没有，我是觉得他不是说上升的时候会有点不稳吗？啊，真的蛮好笑的。真的很紧张。我没有紧张，我只是就是有点出于理性的角度考虑。嘴硬。我们到最高了吗？上面凉快好多啊。是的。哇！那个湖面倒影好像鲸鱼的尾巴。哦，真的。那个很像一个鸡腿。
那个像兔子，真的很像然后那个很像就是熊，我觉得那个像熊，是，我看到它耳朵，然后它的那个鼻子和脸，嘴巴是张开的，啊，真的很有它的特色。我一眼望去都像鸡腿和鸡翅。饿了。好漂亮，挺好的。哦，夕阳快要落山了。哦，真的。我刚才来的时候还看到牌子，写的是“人生海海，山山而川”。那你喜欢朝阳还是落日？其实说实话，我喜欢落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晒出来的温度就刚刚好，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到静谧的夜晚。那你喜欢早晨还是？我喜欢朝阳。朝阳。对，因为我觉得朝阳代表着希望。希望。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夕阳确实很美。真的落山落得很快哦。现在就已经快没了。那画面太好看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海，嗯，就是山和海，你更喜欢海啊？我喜欢海。是吗？啊。那你对于山是怎么看？所以那句话就，我觉得还挺好。哦，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啊，你看过吗？我没有看过，这是一本书吗？麦家的《人生海海》。麦家的。那你怎么理解的？就是人生可能和海浪一样，或者是山川一样，此起彼伏，有高有低，但是不过尔尔。不过啊。我觉得这样望着这样的景象发呆也很舒服。晚上在这种微风徐来，然后可以躺着坐着，然后跟身边的人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就会挺开心的。对啊，就聊聊天，哪怕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哇。我感觉热气球可以把两个人靠得很近，看那个风景的时候，会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一瞬间你会有很多画面，你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有更深层的交流，很适合现在的他们。我们是在降落了吧？平安着陆，放心了吧？我没有不放心啊。
就真的觉得很像我们小屋的生活。唉，真的结束了，好悲伤的话题啊。唉。很不舍。嗯，蛮不一样的。我原本生活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被动一点，就是总感觉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但来小屋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人真应该就是把握当下。嗯，如果眼下有想做某件事情的机会，你就要马上去做。人生不会有这么多次机会放在眼前。其实以前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些经验教训吧。当时我很想去看勒布朗詹姆斯的现场比赛，我想了一想，算了，因为我感觉等明年或者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看也可以。没想到就后面就回国，就再也没回去了。哦，你会觉得后面还有机会，对吧？所以永远要抢占先机。哎呀，哇，希望昨天我真的就是只看了几个字“日落约会”，然后再是第一时间，然后就看到这几个字我就发出去了。哎呦，而且我发现是你的那个小名，其实就很快。哎呦，认识就很快。我估计现在手机联想 CC 就是10。哎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那你觉得在小屋的自己和你所认识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就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也是一个行动力很慢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执行力超强的人。我觉得可能跟场景有关系吧，就是工作时候的自己和在情感上面的自己就会不一样，或者是在家庭的自己也会不一样。其实我在家里，在我爸妈面前，跟我在我朋友面前就是不一样。什么样的？在我爸妈面前的话，就是话很少，但是我跟我哥、我姐一起的时候，就会跟朋友一样。哦，那你是会把所有话跟他们说的吗？还是？不是啊，那不是。那你有话跟谁说？其实我好像很少倾诉。我不太会把一些负面的情绪说给别人听。那你跟我很像，其实我也是，但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有事情还是要说。
看什么事情吧。有些情绪的话，就是消化掉就好了，然后消化完再去解决问题嘛。在非情绪化的状态下去处理问题，我会觉得会更有用、更高效一点。怎么样？给我的这个惊世说教有没有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你在说教，我没有感受到你在说教。其实我通常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很奇怪的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在杠。我交流的时候，就是我是很想听到不一样声音的人，我希望他跟我进行辩论，希望他可以跟我有交锋，我希望他是真实的表达。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你今天这个发型也很好看，你刚过来的时候像是就城堡里走出来的公主一样，真的。哇，可以哦。现在你的表达怎么会这么的？因为我都是一般，我都只就是说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哎呀，我怎么感觉宇航突然今天好会讲话？哇！你看星星很亮。哦，真的。它现在这种普通星星亮度会跟北极星一样亮。蓝色好美。怎么样，玩的累不累啊？这个座椅按摩的力度还可以吗？这个是自动开启的吗？好舒服啊，感觉马上就能满血复活了。对的，我提前开启了舒享模式。舒享模式已自动开启，请好好休息一下吧。而且这个氛围灯也挺梦幻的。你好好休息一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舒服的，咱们等一下再出发吧。好的，谢谢。走吧。我昨天晚上还跟多多聊你们当时选择这个旅行的结果。对。然后你们是怎么想的？坚持该坚持的东西吧，可能。你觉得我应该要坚持该坚持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该坚持的东西。确实是的。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按照你这个想法去做的，但是后面就是我有新的视角介入到我的思维模型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时你们女生做这个约会选择决定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的？其实说实话，我对于你的想法，我只能是大概的猜测，因为上次约会不是有约会卡吗？当时不是有2张卡吗？然后我不清楚你是想了解就是哪一方啊？你是因为不清楚我的想法，所以就是最后选择了。他很在意。有这个因素。也有这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要想，直到耗到天亮，其实对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影响，对吧？如果当时不是我那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你觉得现在会很晚吗？8点。你是什么？现在很晚？
你应该问的不是这个时间，今天现在。我看见了，现在8点。其实在问是我们现在在更了解彼此，会晚不晚？节奏晚不晚？他说8点。哦，你说觉得缘分这个东西上。所以我觉得缘分很有趣啊！我一直问你觉得现在晚不晚，因为我觉得真的还挺晚了。我的天！宇航现在上节奏了，但是迟迟其实已经，宇航有点忒慢了，它是慢中慢的。对，我觉得你现在争取的这个时机就是慢啊，他就是因为慢才没机会，然后呢没机会才慢嘛。他俩频道没接通，就感觉人类听不到海豚的频率一样，就海豚一直在说，或者人类一直在说，但对方好像接收不到那个点。我觉得就在今天这个日落约会之前，我们都会更多的把问题聚焦在因为宇航不够主动，因为宇航不够快，但是反而看了今天这个日落约会之后，当他真的主动起来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好像看到了其他的问题。对，宇航他的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他处理问题的状态，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都和痴痴不太一样。其实他们这个约会是最限制他俩在一个小空间里的，在那个方寸之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除了说话也没有别的事儿干。就即便是在这样的沟通场景下，这沟通还是没能有效起来。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时机嘛，你可能错过一件事情，你可能会后面错过很多事情。你可能有一步走错，它后面可能会好几步，你需要去把它掰回来，就是可能你要去走的比其他人要更多一点。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有，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单方面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种种原因加起来，导致现在这个情况，是吧？不过宇航的改变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是看得见。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另外一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茉莉花茶的清香，是那边传来的吗？让人放松的味道。清香回甘。是它的清香在释放信号。原来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好喝的康师傅茉莉花茶，你该知道了。我给你准备点东西。我刚刚说你的话是骗你的。什么骗我的？讨厌你。你真讨厌我？骗你的。讨厌我是吧？那礼物没了。我摆烂了。去拿礼物。去给你拿礼物。礼物，送礼物。风筝。哦，风筝，放风筝。两个人一起做浪漫的事。这是什么啊？2个礼物。惊喜。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风筝吗？这个是风筝，这个是准备的学士服，哦，
他要陪他毕业。不是毕业旅行错过了嘛？因为跟他旅行嘛，然后给他拍那个毕业照嘛，应该是。来吧。好丑啊！我现在。不丑不丑。你不是说你正好20号参加毕业典礼吗？正好小吴又打乱了你的毕业旅行，正好我们又来了新疆。我们要不去马上拍？可以吗？走啊，可以啊，当然可以。我现在眼睛哭得稀里哗啦的。别哭别哭。我觉得女生会很感动，这个点真的很戳人。毕业这个真的挺好，走吧。真是瞒我做这么多事情。主要确实因为我也没经历过毕业典礼，我也不想你留遗憾。旅行太酷了，还讨厌我吗？现在不讨厌是吧？哎呀！这个拍到了，可以，这个拍的可以，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这2个成了。哦天哪！哈尼，你在？我也在幻想，我已经把我头抠进去了。走，去放风筝。为什么想放风筝？我是想，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一些话写在上面，然后放飞它。我们写背面吗？放飞。啊，这个我很喜欢。哇哦，写对方。
他写什么？你跑得动吧？跑得动啊？那你拿，你先放，然后我拿着这个，你跑。哎，这边风大，哎，你别咬。啊，你放，对。你往那边跑，风从那边吹过来的。哇，这画面也太美好了！真的。哎，你先收一会儿，先收一会儿。哎呦！哇塞，你看，哇！上了。Very good。哦。好点了吗？好点了。再哭一次。你这个人真的是，我烦了。真坏。哎呦，今天哭太多了，从早哭到晚。我羡慕你哭。哇！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像在看那个青春爱情电影？太美好了。而且你知道晨晨的那个文字很有力量，飞到天空上，你会觉得哇，那个很美好。哇，这里放多远啊！其实你可以不用走那么远了，上面风应该够了，然后你就直接再放线应该就行。啊，不行，要走，我来，拉那个线，我来拉。
我许愿许的不是来风。那你许愿许的什么？不告诉你。你说啊。No。你这样是吧？许的是永远在一起。那你站我右边。好。啊，帮他挡太阳。我踩到马粪。好事发生。吃饭了。切白。哦，这个有个名儿叫什么锅来着？土火锅。啊，对。哎呦，我看饿了。哇，有绿色的菜。哇塞，我想吃绿色的菜。我第一次在草原上吃饭。我也第一次在草原上吃饭。你看那个云还在飘在那里，一直没过来。嗯。OK， 可以。谢谢。你这个直接加点吗？嗯。看着太生活了。嗯，好吃。辛苦了。不辛苦，你哭的辛苦了。很遗憾没有去做的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会尽量在这件事变成遗憾之前去尽量的弥补它，制止它。嗯。那你进小屋之后有后悔的事情吗？哎呦。进小屋之后，后悔很多事情没有主动吧。比如说，比如说，很多啊，小火车啊，公园啊，小火车啊，公园啊。这些不用后悔了，你看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呢？你都转机了，你还火车呢？你是。还蛮有意思。哭的是稀里哗啦的。你那一刻你在想什么？在想啊，你在想什么？干嘛呀？搞这些？什么叫干嘛搞这些？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记录我的遗憾，或者说我想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之前都是那种得到一些东西，我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或者说精力才能得到。是的。所以说，你就是好好做你自己就好了。哦，好好。
我觉得我真的来了小吴之后，你变了很多。因为从最开始和你在海岛上第2天聊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仪式感，你会特别不喜欢别人给你准备的惊喜，你会害怕的逃走。然后你也说你很少给别人准备这些东西，但是就是相处到现在为止，你确实做了特别多让我感受到温柔细腻的举止。哦，哎呦，别说我要哭了，可能确实受你那个北大校徽的影响。他一直念念不忘。是。怎么了？他给我的影响还挺大的。你收到的时候，除了惊喜还有什么？就是哇，这句话你怎么听到的呢？哇！但我当时其实真的就随口一说。我知道你是随口一说。在开玩笑。但你既然你都说了，那我正好要去北京，顺手。那我开始许愿了。顺手。那我开始许愿了。我想要你想要什么？想要世界和平。想要世界和平。好像我要做采访。我喜欢被采访。哎呦！你知道今天我其实还给你准备了一样惊喜。真的假的？你这一天全是惊喜。那当然，因为你看现在新疆天气虽然很好，但是它紫外线实在太强，所以我给你准备了，当当当，好漂亮的盒子啊！里面是什么？这是潘婷玫瑰泡蛋洗护礼盒，说是能够根源改善发质，让头发持久弹韧亮，而且还是特别好闻的乌木玫瑰味道，希望你喜欢。哇哦，特别喜欢，谢谢，我一定会好好用的。走，走吧。我觉得这一刻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哇，那个光真的好美，漂亮。丁达尔笑语，草原再见，拜拜，下次还来。好漂亮呀！天哪！你看，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个人的相处，你就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状态。把对方的遗憾当成自己的遗憾。对，一个校徽可能比不上说你想吃一个什么东西来的引起人注意，但是只有特别喜欢你的人，他就会留意你情感上的一种需求，会满足。乐晨可以看见卢远心中的那个小女孩，然后会想要保护她，然后他在照顾的同时也会治愈自己。他们到目前为止的相处很成功的一点是有一个正向循环相处模式，刚好卡对了，就是对这个关系就是有示范的作用，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被带动起来，就是它有一个正面的相互影响。对，我觉得他们那个情感的细腻程度是一样的。我说一个细节，就是他哭完了之后，他们坐下来吃饭，然后乐晨就跟卢远说：“你今天辛苦了，你哭得多，你当时在想什么呀？”乐晨就是做完之后，他还会再问你的细节，然后那个卢远也有问他，当时你接到校徽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所以他们特别般配，而且他们两个已经有自己的那个交流方式了。就你好讨厌呐，这不就正话反说吗？就你这个小可爱，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千岛湖的那一边会有什么样的心动的事情发生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小红书，你的生活兴趣社区，上小红书 pick 你的心动嘉宾，解锁专属内容。本节目由新升级潘婷盛泰泡蛋系列赞助播出，根源重塑发型蛋白结构，72小时弹韧亮。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质感升级，心动升温。本节目由智享体验全面进阶的全新领克07、领克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澎湃。本节目由完美小红皮眼霜赞助播出。走吧，我们去那看会儿星星去。行。我想问你，你第一次给我发短信是什么时候？你找我遛狗的时候。哇哦，你在海岛上是一条都没发给我呀？哎呀，活了！真美啊！
你得看我。看风景顺带不小心瞄到了你。哎呀！为什么看我？我爱看。哎呦，大胆！哎呦 ，Go Go， 日落日，开船了，开船了！要不要给我们所有人拍张照？那我这样，你会喜欢这种氛围吗？对，开心。有时候还挺遗憾的。在想念吃吃。是，再美的景也不美了。他们回来了。你俩干啥去啊？坐热气球啊，去浪漫的土耳其。子涵这会儿想啥呢？你觉得他怎么样？哎呀！哎呦！喂的太好了！就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非常好看的美景，享受过程还是比较重要的。哎呀，这种交流太舒适了，拖着兜着那种感觉。这段旅途已经完全超越了我对于心动的定义了。朋友来喽，朋友把烦恼吹扫喽。一件事结束，它会有另一件事的开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要撑住。9月30日19点，开启大结局点映礼，第9期下集同步开启 VIP 抢先看，还有点映花絮礼包持续更新。10月6日起，售后心动的周末连更3周，每周一、周二12点 SVIP， 次日 VIP 更新，看更多 CP 日常。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天，我也有用心体验的，但去爱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背着城市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有微光在眼里闪烁。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百度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复杂又简单的生活，去发现，去发现，像蓝海依旧的季节。